希利亚学姐这种下定决心就不会改变的性格，其实和我挺像的。虽说她是格兰帝国的公主，可没想到心地居然这么善良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拜托学姐你了。好，我想先去图书馆里查找一些古文献，说不定里面会有关于迷境之森的记载。其实我们这几天把附近所有的图书馆都找了个遍，但是关于迷境之森的资料一点都找不到。图书馆里基本都是正规的文献记载，像迷境之森这种比较隐秘的情报，会不会也要去比较隐秘的地方才能找到呢？隐秘的地方，我想到了，还有一个地方或许能找到迷境之森的消息。什么？这里有一个叫黑水街的地方，是远近闻名的黑市，那里充斥着各种见不得光的交易，十分危险。可那里也是情报消息最丰富的地方，平常人不知道的消息，说不定那些见不得光的人会知道。然而最危险的是，你不知道跟你做交易的人究竟是什么身份。运气好的没事，运气不好的，说不定连命都得赔进去。无论有多么危险，只要有一丝希望能找到关于迷境之森的下落，我也要去试一试。太危险了，你不许去！你瞧，有肥羊进来了。看来这里比我想象中的更危险，必须速战速决才行。安仔，你知道去哪里能够得到情报吗？我曾经听说过，黑市里有一个叫 Joker House 的地方，据说这里的店主是一位万事通，无论什么情报消息他都知道。不过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，不知道他在哪。 Joker House 嘛，哎，我好像知道在哪里哦。你们看，那不就是吗？你好，请问有人在吗？欢迎光临，今天可是来了几位稀客啊。你们心中有很想要知道的事情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来我这里的人呐，都有想要知道的事情，只不过嘛，钱不是问题。老板，我想知道。嘘，小妹妹，你可不要小看我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来吧，小妹妹，把手放在水晶球上，请告诉我迷境之森的下落吧。怎么没有反应啊？你一个人问当然不行，这个必须得2个人来才行啊。2个人要双手交握，放在水晶球上哦。双手交握吗？我和殿下，我和您一起吧。啊，那就拜托你了。布莱尔，我们开始吧。请告诉我们关于迷境之森的消息吧。哇，水晶球有反应了，终于能找到迷境之森的下落了吗？哎呀妈呀，绝配呀！什么东西？嗨，你们别瞎紧张，老子可是专门测姻缘的水晶球。老弟老妹儿，你俩搁我们这儿那老配了。姻缘？臭个好，你们还别不信，你俩的缘分那是天注定的，上辈子缘分未了，这辈子再续前缘，此乃天作之合呀。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，而且我们想问的是关于迷境之森的下落。老妹儿啊，我可是咱这 Poker House 的招牌项目，专门测姻缘，啷个知道啥迷境之森啊？什么 Poker House？ 这里不是 Joker House 吗？当然不是，我这儿可是整条黑水街最专业测姻缘占卜的 Poker House。那店名有点掉漆了，估计你们没看仔细，搞错了吧？这姻缘测都测了，不如在我们小店里买点情侣手链、情侣戒指什么的。你真的误会了，我们不是情侣，我们是师生关系。厉害了！天作之合。如果当时握住他的手的人是我在想什么呢？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安德里，他这是……好了，别浪费时间，
纠结什么情侣测试了？赶紧去找真正的 Joker House 吧。泰尔莎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？哦，什么？你看，无论是布莱尔导师还是安德里，都很努力地在寻找迷境之森的下落呢。对于你的事情，他们似乎特别上心。对啊，毕竟奥萨已经昏迷好几天了，他们也一定很担心。这回多亏有他们在呢。看来你还什么都没察觉到呢。哦，察觉到什么？你知道 Joker House 怎么走吗？啊，那边向前。欢迎来到 Joker House， 几位小顾客，想要知道什么消息呢？你好，请问您这里有关于迷境之森的消息吗？你说什么？想找迷境之森？你们胆子可不小啊！哼，像迷境之森的这种绝密情报，怎么可能敞开门窗大声说？你把气氛搞得这么严肃可怕，就为了这个？不过，听他这语气，应该是真的知道迷境之森的情报。看来我们是来对地方了。我可是整个黑市消息最灵通的人，黑市里99%的情报都是从我这里卖出去的。别人或许都不知道迷境之森的消息，而我不仅知道，还能告诉你们怎么去那里。真的？没想到啊，今儿个居然能有几头飞羊送上门。我这里的情报可都不便宜，就看你们付不付得起我想要的价了。只要情报是真的，价格好商量。不过老爷爷，我怎么知道你的情报是真的假的呢？哼，小家伙，你还挺警惕的嘛。行吧，那我就先给你验验货，就是这个了。这可是我千辛万苦才弄来的异人族的圣物迷渊镜，有了它，无论你在哪里，都能瞬间被传送到迷境中去。那面镜子上面有异人族的气息，他的话或许是真的。太好了，那这块镜子我妙了，去迷境之森才能找到救奥萨的方法。这面镜子我一定要拿到手才行。看来他是志在必得呀，那价格我可得开高点儿了。这镜子我要卖5000万金币，除了钱以外，我还要你手上的那枚戒指，不然我不卖。什么？你想都别想！殿下的戒指绝不能给你。小家伙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，你不要，我可就卖给别人了。哼，坐地起价是吧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既然如此，那就算了吧，我不买了。什么？你可想好了，这面镜子要是被人买走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不买了，不买了，我可买不起，爱谁买谁买吧。好啦，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线索吧。迷渊镜就只有我这儿有，你迟早还是要回来求我的。哎，我们真的就这样走了吗？上哪儿去找第3个圣物啊？整个黑市都未必会有第2个迷渊镜。我们莎姐走得这么果断，想必是有想法了吧？没错，我确实想到了一个方法。他不是觉得这个圣物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所以漫天要价吗？那我就非要让他把这个东西便宜卖给你，而且非卖不可。这圣物可只有我这儿才有，他们都找了1天了，也差不多该知道要回来求我了。喂，大哥，听说你这里有异人族的圣物迷渊镜，不如借我们哥几个用用？什么？他们不是黑水街最出名招助组织，怎么会突然找上门来跟我要迷渊镜？少说算了，迷渊镜在你们这儿的事情可传遍了整个黑市。啊，这……
听说拥有这面镜子的人，就可以获得异人族强大的力量。不仅如此，据说得到迷云镜的人，就能驱使整个异人族为他们所用。快把异族人的生物交出来！这就只是一面能传送到迷境之森的传送镜啊，哪有那些神奇的作用啊？各位，先冷静听我说啊。这个镜子据我所知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传送镜罢了，根本没有你们说的那些。行了，大哥，你装什么装啊？这件事都人尽皆知了，还藏着掖着做什么呀？哼，识相的话，就赶紧把那宝贝交出来吧。这帮人是明抢啊！那枚镜子可值5000万呢，给了他们，我岂不是什么都捞不着？哎呦，不交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了。兄弟们，帮老人家打扫卫生啊！好嘞！住手啊！你们都别打了！你把圣物交出来，我们就住手呗，不然我让你这店彻底开不下去。这群人可是黑水界最坏的一帮人，他们要砸我的店，根本没人敢拦。我辛辛苦苦偷来这面迷渊镜，起码也值个1000万吧。要是我当初只开价5000万，没要那戒指，说不定就直接成交了，我还赚4000万呢。但这样下去，我还怎么做生意啊？那镜子我咬咬牙给他们也无妨，可万一他们拿到镜子之后，发现镜子没有那些功效，岂不是又来找我茬？这可怎么办呀？哎呀呀，老爷爷，看样子你现在很伤脑筋呢。老爷爷，你要不便宜点把镜子卖给我得了。是你？原来是你，这都是你搞的鬼，是你把假消息传出去，把他们引过来的，对不对？老爷爷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还是个孩子啊，怎么做得了这种事情？而且我也是听到消息才赶忙赶过来的呀。不愧是殿下，演技真好呢。艾尔莎她还真是聪明，居然能想出这样一个计策。Joker House 里有功效强大的异人族圣物的谣言，的确是我们散播出去的。经过我们的刻意夸大，马上就有人盯上了这面镜子，想要据为己有。这些地痞可不会跟你好好的做买卖，这贪心的老头自然不甘心将宝贝拱手送人，而且他也不敢这么做，因为镜子的效果被我们夸大了。即便是抢来的，这帮不讲理的人也肯定会因为东西货不对版而找他算账。我果然机智，这样一来，看你这老头子怎么处理这手里的烫手山芋。老爷爷，不如这样吧，我用1万金币和你买这个异人族的生物，怎么样？1万金币？不卖不卖，说了5000万就5000万。5000万我可不买。买什么买？哪来的小屁孩？赶紧滚，别妨碍我们办事。老爷爷，1万金币真的不卖吗？可恶，你竟敢无视我们！老爷爷，别怪我不提醒你啊，现在不卖，待会儿卖不出去了，你可别后悔啊。现在卖给他，我起码还有1万金币可以赚呢。但不卖给他，那群混蛋就会继续找我的麻烦。倒不如现在就把镜子脱手算了。行，1万金币成交。皇女殿下，我还真是低估了你呀。谢谢老爷爷的夸奖啦。哼，乳臭未干的小丫头，这回烫手山芋可是在你手上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老爷爷，这事你就不用担心啦。安德里，交给你了。什么？他们人呢？去哪了？他们之中竟然有异人族！那丫头肯定早就想好拿到镜子之后，就马上传送去迷境之森逃脱了。可恶！传送成功了。这里就是迷境之森，周眠之谷就在这个地方吗？看来我们已经成功进入迷境之森了。
这里应该算是我的故乡吧。虽然我懂事以来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可这里的一切却让我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和归属感。难道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吗？安德里，先打起精神来吧，不要想太多了。怎么说，能回到自己的故乡，也是一件好事，你说对吧？就是嘛，安仔，无论如何，我们这群朋友都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安德里，没想到你也有多愁善感的时候啊，这不像你啊。就是啊，打起精神来。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哪有多愁善感？我是这种脆弱的人吗？走走走，赶紧去找昼眠之谷才是正事。安仔这家伙耳朵都红了，看来他是一下子收到这么多朋友的关心，有点不知所措了呢。安仔说的没错，我们还是先想办法去找昼眠之谷吧。这种就是被朋友关心的感觉吗？虽然有点肉麻，但是有群这样的朋友，好像感觉也不赖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么大一个迷境之森，我们该上哪儿去找昼眠之谷啊？什么东西？大家小心，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我。你们看，在上面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独角兽？大家小心！我觉得这些独角兽好像对我们有敌意。或许是我们无意间闯进了他们的领地，惹怒了他们，这才让他们如此暴躁。可我曾经看过关于独角兽的记载，据我所知，独角兽是一种温顺善良的生物，不会轻易伤人，而且传说独角兽非常通人性，会带着森林里迷路的旅人找到方向。或许我们可以试试让这些独角兽带我们去找昼眠之谷呢。你说的确实有道理，可是他们对我们的敌意这么大，要怎样才能让他们帮我们啊？不如让我试试吧。安仔，你有办法？我好歹是异人族，这迷境之森可是异人族的地盘。这群独角兽既然生活在这里，多多少少对我这样的异人族会比较亲近吧。你说的有道理，那就拜托你了。来，新鲜的萝卜，尝尝。安仔，看来人家根本看不上你的普通萝卜嘛。安德里，没想到你这个万年第一也有失手的时候啊！笑什么笑？你行你试试啊！不如让我来试试吧，或许我有办法。格尔斯，你说的办法是什么？啊，用这个。哦，那不就是……他难道是通过音乐在安抚独角兽的情绪吗？他竟然能用口琴演奏出这么美妙的音乐，看来他成功做到了。这曲子的旋律真的很美妙，听了之后，感觉内心的不安消散了些呢。不用害怕，我们只是路过这里，并无恶意。殿下小心，有一只独角兽在往你那边靠近。我觉得他们现在似乎想要亲近我们。太好了，看来格尔斯的方法真的有效呢。没错，独角兽们对我们的敌意已经消除了。其实我们现在在找一样叫昼眠之谷的东西，请问你们有没有办法带我们去找呢？他们这是让我们坐到他们身上吗？我只是试着问了一下，没想到他们好像听明白了。看样子，他们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昼眠之谷。太好了，
就这样，独角兽带着我们穿过一片梦幻的星空之海，向着目标出发了。科尔斯他怎么了？觉得累的话，不如你去休息，换我来守夜吧。守夜是男孩子应该做的事情才对，女孩子熬夜可不好。你快去休息吧。可是，一想到奥萨的病不知道怎么样了，我想睡也睡不着。放心吧，有独角兽带路，我们一定很快就能找到昼眠之谷，回去救他了。说起来，今天多亏了你呢，你的曲子居然能把独角兽们安抚下来，好厉害啊！其实这首曲子是我妈妈教给我的，而且这还是她自己写的，专门用来安抚情绪的曲子。就连这支口琴也是她送我的呢。哇，好厉害！是啊，我妈妈可是我们克里亚王国最传奇的舞者呢。她不仅舞蹈跳得举世无双，就连她写的曲子也脍炙人口。原来他的妈妈这么厉害，怪不得他在表演上这么有天分。而且，他对表演的热情还有认真的态度，应该也是受他母亲的影响吧。可惜，我再也看不到他的表演了。他这么说，莫非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？今天天气好好啊，你们看，这里早上的景色也很棒呢。明明昨晚才提到他妈妈的事情，可他在大家面前却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啊！大家快看那边！独角兽们已经开始飞行下降了，我们或许已经到了。这么说，昼眠之谷就在这个村庄附近？谢谢你们带我们来这里。再见啦！再见啦！事不宜迟，我们先去村庄里打探一下关于昼眠之谷的消息吧。大家小心，有埋伏！看，在那边。什么人？人类，来这里做什么？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儿！他们似乎将我们当做了入侵者。之前为了避免冲突，再加上我们本来也想先进入村子打探消息，就干脆先顺从了他们。我们原本想着再找机会和他们沟通，没想到他们直接把我们分开关了起来。看样子，异人族们对我们的防备很深，得想办法和他们解释才行。这位大哥，我们没有恶意的，请问您能不能带我们去见见这里主事的人呢？我已经派人去禀告村长了，放心吧，你们迟早会见到的。那大哥，您能不能告诉我，我们的同伴现在安全吗？他们在哪里？那位异人族大哥根本没有要和我们交流的意思，只希望安在那边也平安无事。艾尔莎，现在我们干着急也没用，暂且耐心等待吧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现在除了静观其变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汉克，你又在打盹偷懒了？没办法，看守的活儿太无聊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村长已经回来了，说要把抓到的那5只猎物宰了吃了。等一下，咱们可就有口福了。什么？5只猎物？被吃的该不会是我们吧？你说那5只猎物哪只比较好吃啊？还用说吗？当然是那只小的，粉毛的呀。那小的看起来没几两肉，还是宰了那只金毛的吧，分量刚刚好。小的粉毛，大的金毛，说的不就是我们吗？
我以前就听说过有部分凶残的异人族会吃人的传闻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我们现在绝不能坐以待毙。没错，我们必须要先逃出去，还得尽快去救安德里他们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要怎么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逃出牢房？我有办法，希利亚学姐，你只要配合我就好。哎，说这么多，搞得我都饿了。艾尔莎，你怎么了？艾尔莎，你快醒醒！喂，怎么了？他突然就晕倒了，可能是他昨天在森林里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。真是麻烦。你快起来，让我瞧瞧他。好的。他看上去不像中毒了呀，或许是别的原因。等等，他的手是怎么回事？啊？什么？这样就不怕他们用钥匙逃出来了。哼哼，我就知道你们听说我中毒了，就一定会进来查看的。趁他们开门进来的时候，希利亚学姐就可以趁机偷偷溜出去，而我再利用我的障眼法繁花唇洗逃脱。艾尔莎用的这种魔法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艾尔莎，你刚刚用的魔法是什么？我从来没见过。现在可不是解释这个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趁现在赶紧先跑吧。哎，等等！你们干嘛？快放我们出去！不知道安德里他们到底被关在了哪里？这牢房只有一条路，我们从逃出来的地方一直跑到现在都没发现他们。或许他们没有被关在这里。我们逃跑可能已经被发现了，我们得加快了。给我停下！又是他们，净给我们添麻烦，就不能安分一点吗？他们就交给我来解决吧。希利亚学姐，这一次你来配合我就好。地面结冰了！你们把地面冻住做什么？快把这魔法解开！这冰面太滑，根本走不了。你们走不了，可不代表我们走不了。冰刀鞋，对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滑冰更快逃跑了。我们走吧。